怀孕6个月时，陆世安的白月光故意开车撞向我，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再次醒来，医生却告知我孩子已经没了。悲痛不已的我当即将白月光告上了法庭。可开庭当天，身为金牌律师的陆世安却在免费替他的白月光做无罪辩护。在他的辩护下，白月光成功免去了牢狱之灾。刚走出审判庭，我愤怒地冲上去想找他们要个说法，却被陆世安死死搂住。你只是失去了一个孩子，可雅雅却失去了她的爱情啊！我忍无可忍地推开他，一个巴掌扇在他的脸上。离婚吧，别忘记关注小新哦。当听到那句你只是失去了一个孩子，可雅雅却失去了她的爱情后，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愤，用力将他推开，抬起手，一个巴掌狠狠地落在了陆世安的脸上。离婚吧！他错愕地捂着脸，咬牙切齿地瞪着我。林以宁，你疯了！回想起失去孩子的痛苦，我冷冷开口：对，我就是疯了，所以才会嫁给你，一个自愿免费给害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做无罪辩护的人。话音刚落，陆世安眼中的恨意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心虚。他垂着头，像是不敢看我。对不起，以宁，孩子没了，我们以后还会再有的。陆世安的一番话，只让我觉得恶心不已。他凭什么认为发生了这些事之后，我们还会有以后？还未等我开口，一旁的苏雅雅忽然尖叫一声，泪眼婆娑地抓着我的手臂。对不起，以宁姐，要怪就怪我吧。如果不是那天我失恋了，跑出去开车，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别怪世安哥，你别碰我。对于一个屡次破坏我家庭，甚至害死了我孩子的人，此刻我自然没什么好脸色。我嫌恶地将手臂从苏雅雅的手中抽离，明明没用几分力气，下一秒她却重重地跌倒在了地上，咬着嘴唇，一脸无辜。以宁姐，我知道你怨恨我害你失去了孩子，你推我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能消气就行。看着苏雅雅拙劣的演技，我差点要被气笑了。你到底是怎么摔的？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果然，听到我的话后，苏雅雅的眼底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怨毒。我转身想走，却被陆世安用力拽住。林以宁，给雅雅道歉。看着他愤怒地替苏雅雅出头的样子，我只觉得讽刺不已。我凭什么要给他道歉？明明当初知道我们孩子没有了的时候，他都没像现在这么激动。可陆世安只是更加用力地攥紧我的手臂。够了，林以宁，你必须给雅雅道歉。陆世安的力气很大，刚好按在我的伤口处。我忍不住咬紧牙关，额角渗出一丝冷汗。你先松开我，好痛！可陆世安只是冷冷地瞪着我，装什么？还不快点给雅雅道歉，否则我绝不会松手。看着陆世安冷漠无情的模样，我的心底不禁涌起一丝苦涩。他似乎忘了，这伤口还是半个月前我为了救他而留下的。那时候他好不容易拿下一个大案子，却遭到了被告家属的恶意报复。关键时刻是我冲了上去，用手臂替他挡下了致命一刀。被送往医院后，陆世安心疼地将我搂在怀中，一个劲地质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傻。我沉默地看向一旁的苏雅雅，只见她得意不已，眼中带着满满的嘲弄。最终我还是低着头一字一顿：对不起。似乎是没想到我真的会道歉，陆世安猛地松开了我的手臂，眼底骤然闪过一丝不自然。他冷哼一声，知道自己错了就好。我转过身，一瘸一拐地离开这里，身后传来苏雅雅矫揉造作的惊呼声：世安哥哥，你这样做会不会惹嫂子生气呀？要不你赶快追上去哄哄她吧。陆世安不屑的嘲弄声紧跟着响起。怕什么？他根本舍不得离开我。我没有搭理他们，只是加紧了离开的步伐。走到一个路口时，我毫不犹豫地摘下了手上的婚戒，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凛冽的寒风刮在我脸上，刺激的我打了个寒战。我瑟缩着脖子，慢慢拨通了一个电话：喂，你最近有空吗？我可不可以找你咨询一些关于离婚的事情？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陆世安正一脸阴沉地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我。林以宁，你今天去哪里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我淡淡地瞥了他一眼。陆世安重重地将手机砸在桌上，指着一张照片冷冷质问道：“你为什么去见江让？你明明知道他是你的前男友。”我反唇相讥：“苏雅雅不也是你的前女友吗？”陆世安先是一愣，用力握紧拳头。那不一样。看着陆世安双标的模样，我只觉得恶心至极。陆世安，我们离婚吧。当听到离婚2个字的时候，陆世安的眼底猛地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转化为讥讽。我知道你吃雅雅的醋，但别老是拿离婚来威胁我。随即，他又无奈地轻叹了一声，走上前将我搂在怀中。我知道你失去孩子之后心里难受，但是对不起，雅雅她这么年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坐牢。陆世安还想继续说些什么，可下一秒，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他只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就焦急地推开我，接通了电话。雅雅，怎么了？苏雅雅委屈的声音顺着听筒传来。世安，我好像发烧了，你可不可以过来陪陪我？陆世安不假思索地回复道：“好，我马上就过来。”挂断电话后，陆世安似乎才终于想起我，皱着眉解释道：“雅雅身体不舒服，我要过去一趟。”我平静地点了点头。好。他微微一愣，像是对我的反应感到惊讶。毕竟，如果是在以前，我肯定早就已经不依不饶地和他争吵起来了。不过很快，陆世安皱紧的眉头逐渐松懈下来，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你这次倒是变大度了。说完，他一眼都没看我，一把抓起桌上的车钥匙，匆匆走向门口。我看着陆世安迫不及待离去的背影，静静地走进了书房里。曾经，陆世安为了赢得我的信任，主动将他的密码告诉了我。我好奇地问那串数字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他却眼神闪烁，含糊其辞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串数字竟是苏雅雅的生日。尽管知道了她的密码，可出于对彼此的尊重，我一次也不曾查看过她的聊天记录。但现在，我深吸一口气，毫不犹豫地输入了那串密码，电脑果然打开了。这么多年来，他都一直用着苏雅雅的生日作为密码，不曾改变。开机后，我才发现，原来陆世安的屏保也用着苏雅雅的照片。或许陆世安是过于自信，觉得我绝对不会碰他的电脑，又或者他根本不害怕被我看见。我打开了陆世安的微信，看到了他和苏雅雅的各种聊天记录，也包括他是如何指导着苏雅雅如何制造伪证，一步步逃脱法律的制裁。脑海中不由自主回想起护士告诉我流产时的场景，我一边截图，一边心却疼痛到窒息。印象中，陆世安是个律师，他一向正直，嫉恶如仇。可如今，他亲手为了苏雅雅，打破了自己的原则，甚至不惜建立在自己孩子的尸骨上。明明刚得知我怀孕的消息时，他激动得手足无措。真的吗？我要当爸爸了。转头又迫不及待地找到他的朋友们炫耀起来。你们是不是很羡慕？我马上要爸爸了。我截了不少聊天记录，也包括两人暧昧不清的谈话，频繁的转账，随后全部发给了江让。你看这些证据够不够？很快，对方回复了我一个 OK。江让，我的前男友，也是一名律师。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陆世安已经坐在桌前，表情难得柔和。醒了，我给你带了早饭，都是你喜欢吃的。我打量着眼前的粥，没什么胃口。之前说自己喜欢，不过是在迁就陆世安的口味罢了。偏偏陆世安浑然不觉，一脸笑意。对了，下周有个节目组邀请我，他们希望你也能一起去。正好，网上有些关于我和雅雅不好的传言，你帮他澄清一下。苏雅雅回国之后就当起了网红，积累了一批粉丝。只是最近和前男友分手后，对方四处爆料她劈腿有妇之夫。我觉得好笑，原来这才是陆世安找我去的真实目的。他紧紧地盯着我，
眼中有愧疚，但更多的是担忧我不同意。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一定会同意的，对吧？原来是想道德绑架我呀。既然如此，我点了点头。好啊。见我答应之后，陆世安松了口气。谢谢你，以宁。就在这时，手机里有一条新信息跳了出来，是苏雅雅。昨天身体不舒服，所以就叫石安哥过来照顾我了。你不会介意吧？紧接着，他又发过来一张图片，照片中陆世安双眼紧闭，而苏雅雅一脸娇羞地躺在他的怀里。就算我开车将你撞到流产，可石安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林以宁，你真可怜。苏雅雅发来这些，无非是想故意刺激我，但如今看到这些消息，我只觉得心中毫无波澜。事到如今，我只想让他们二人付出应有的代价。等我匆匆赶到电视台的时候，苏雅雅正在帮陆世安化妆。她先是将口红涂在了自己的嘴唇上，抿了抿，又将那根口红轻轻地涂抹在陆世安的嘴唇上，笑得格外暧昧。世安哥哥，我们这算不算是间接接吻呀？陆世安没有吭声，只是微红的耳垂早已暴露了他的心思。眼看着两人的眼神快要拉丝，苏雅雅忽然转头得意地看过来，捂着嘴，故作惊讶道：“呀，以宁姐，你来了，我正在帮石安哥化妆呢。”陆世安下意识推开他，看向我的眼底闪过一丝责备：“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通知我一下？”被陆世安推开后，苏雅雅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眼底夹杂着一丝不怀好意。你怎么陪石安哥上节目，还打扮得这么朴素啊？需要不需要我帮你化个妆？不用了。我假装没听出他对我的挖苦，面无表情的拒绝。下一秒，苏雅雅的眼眶渐渐变红。姐姐是不是还在因为之前石安哥给我辩护的事情生气？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失恋了，心情不好。陆世安沉着脸指责我，都说了雅雅不是故意的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又何必再纠缠不放？我冷冷地看着陆世安维护苏雅雅的样子，再也找不出一丝曾经那个只因我不小心烫伤手指就急红了眼眶的人的影子了。等看到陆世安离开后，苏雅雅才凑近我，居高临下道：“何必呢？林以宁，石安哥早就不爱你了。如果不是因为你怀孕，他早就和你离婚了。现在你孩子也没了，赶紧和石安哥离婚，成全我们吧。”“好啊。”我淡淡的看着他，既然你这么喜欢捡垃圾，尽管去呗。苏雅雅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你会后悔的。”林以宁话音刚落，像是余光瞥见了什么，他立刻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对不起，我和石安哥哥真的没什么。”恰好陆世安从身后走过来，听见苏雅雅的话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怎么这么恶毒？我就离开这么一会儿，你又开始为难雅雅了，还不赶紧和我过去？马上直播录制要开始了，记得别忘了到时候帮忙澄清我和雅雅之间的关系。这场节目录制是现场直播，在录制期间，陆世安不停地用眼神暗示我帮忙澄清二人之间的关系，可我只当是没有看见。我在心里冷笑：陆世安，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就当陆世安再一次用眼神暗示我时，我迎着他期待的目光，握紧手里的话筒，笑着开口道：“对了，这次上节目，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说，那就是感谢我的老公陆世安作为一名律师，不惜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伪证，为开车将我撞到流产的苏雅雅做无罪辩护。”紧接着，我又拿出手机，点开一段录音。我知道你失去孩子之后心里难受，但是对不起，雅雅她这么年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坐牢。随着陆世安的声音清晰地顺着听筒传来，现场陷入了短暂的几秒寂静。随后，陆世安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脸色格外难看，对着我厉声质问道：“林以宁，你在瞎说什么？”主持人面色大变，连忙指挥着工作人员：“快点把摄像头关掉！”整个录制现场一片兵荒马乱。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场访谈是现场直播。我冷冷地勾起唇角：“陆世安，你不是想要我替你和苏雅雅澄清吗？那好，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你们这对渣男贱女的真面目。”苏雅雅气得尖叫一声，从外面冲进来，红着眼睛对我破口大骂：“林以宁，你是不是疯了？你凭什么在这里瞎说？凭什么放出这段录音？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不仅仅会毁了我，更是会毁了世安哥哥的事业？”一旁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议论纷纷，看向陆世安和苏雅雅的眼神也逐渐变得不对劲起来。天哪，这是什么一回事？根本看不出来，一向正直的陆律师怎么会这样帮助一个将自己老婆害流产的女人？不会有什么反转吧？可是林小姐刚才都把录音都放出来了，我觉得还挺有信服力的。其实之前我就在网上刷到苏雅雅的前男友爆料，说他们分手的真正原因是苏雅雅出轨了有妇之夫，不会说的就是陆律师吧？谁说不是呢？我刚刚还在休息室看到苏雅雅和陆律师的关系好像不一般，而且陆律师还为了苏雅雅一直斥责自己的老婆。听到这些议论声，陆世安和苏雅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尤其是苏雅雅，她再也不顾上在陆世安面前表演温婉的形象，不顾一切地冲上来，高高的扬起手便我的脸上用力扇去，却被我一把攥住了。苏雅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确定要和我动手吗？她微微一愣，环视了一圈，这才不甘心地收回了自己的手。身后，陆世安眼神越来越晦涩，直到我走出去一段距离，他才追上来，一把握住攥住我的手腕。以宁，我知道失去孩子之后你心里难受，但是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你这又是何必呢？陆世安定定地看着我，眼中带着不解，但更多的是责备。原本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这样做不是毁了雅雅吗？直到现在，他还在维护苏雅雅。我冷冷地抽出手，向后退了一步，轻嗤道：“陆大律师，事到如今，你有空关心别人，倒不如好好替自己多担心一下吧。毕竟出了这档子事，你的前程可不保了。”陆世安还想纠缠，一个男人却疾步走上前，一把将我护在了怀中。江让凉凉地瞥了一眼陆世安，语气嘲讽：“陆大律师，一口一个雅雅，叫得那么亲昵，不去安慰你的雅雅吗？又何必再来纠缠以宁？”陆世安看着我们两个人，双手紧攥成拳，一下子沉下了脸。江让，你凭什么碰以宁？别忘了她现在可是我的妻子。我轻声打断：“不，马上就是前妻了。”话音刚落，陆世安红着眼眶，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以宁，你是不是因为江让才想要和我离婚？”我别过头，冷漠道：“陆世安，你凭什么觉得我就这么贱，还愿意和一个包庇害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在一起？”说完，我拉着江让转身离去。陆世安还想追上来，却被哭得梨花带雨的苏雅雅给拉住了。“世安哥哥，现在怎么办？都怪林以宁那个贱人，万一到时候警察重新调查，你快点帮我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进监狱。”此刻，陆世安满脑子都是我要和离婚的事情，一股恐慌之情在他心中愈演愈烈。回想起刚才我冷漠的眼神，陆世安知道我没有说谎，我是真的打算和他离婚。原本他只是觉得，既然孩子已经没了，就算让苏雅雅进入监狱也无济于事。更何况当时苏雅雅一个劲地哭着和他说自己年纪还小，不想进监狱，他才勉强动了恻隐之心。可此刻看着哭得楚楚可怜的苏雅雅，他只觉得烦闷不已。陆世安忽然有些后悔，如果早知道后面会惹出后面这一系列事端，还不如当初就直接任由苏雅雅进入监狱。他皱着眉，一把推开了靠在自己身上的苏雅雅：“这次我不会再帮你了。”苏雅雅愣住了，像是没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你说什么？”陆世安不耐烦地瞪着他：“原本就是你伤害了以宁，真的进监狱也好，就当是给你一个教训了。况且如果不是你，
以宁又怎么会想要和我离婚？苏雅雅爆发出一声尖叫。陆世安，你凭什么怪我？当初明明是你自己愿意帮我的，现在开始指责我了？你又是什么高尚的人吗？苏雅雅恨恨地瞪着陆世安，毫不留情地揭穿他：我是开车撞死了你老婆肚子里的孩子不假，可是帮我做伪证、无罪辩护的人不还是你吗？够了！陆世安气疯了，怒不可遏地打断苏雅雅了一个巴掌：你给我闭嘴！你疯了！你凭什么打我？可是陆世安早已顾不上苏雅雅，只觉得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于是急急忙忙地开车赶回了家中。一路上，一向最遵守交通规则的陆世安，甚至连续闯了好几个红灯。然而等他迫不及待地推开家门后，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才发现整个家都空荡荡的，原本我常用的生活用品都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静静地摆放在桌上。陆世安慌乱不已地给我打去电话，却发现自己的电话早已被我给拉黑。这一刻，他的心慌终于到达了顶峰。看着眼前替我搬家、前忙后的江让，我的心底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暖流。我深吸一口气，发自内心地感谢道：谢谢你，江让。江让却叹了口气，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是不是傻？离开我以后就看上这么个渣男？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下一秒，江让却慢慢凑近我，声音中莫名夹杂着几分委屈：林以宁，你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看着那张在我面前骤然放大的俊脸，我的心跳没由来地漏了半拍，磕磕巴巴地问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你自己想吧。江让笑了下，轻轻摸了我摸的头，便转身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我的脑海忍不住陷入了沉思。自从当初我赌气和江让分手之后，陆世安便一直追在我身后，整天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直到我的一颗心不由自主地陷了进去，与他结了婚。可是婚后，我才得知，原来陆世安当初之所以大张旗鼓地追求我，不过是因为气恼苏雅雅一声不吭地丢下他，跑去到了国外。得知真相后，我本打算与陆世安离婚，他却红着眼睛跪在地上向我保证：对不起，以宁，我承认当初追求你，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气苏雅雅，可是现在我早就不爱她了，我真正爱的人是你，能不能求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看着他跪在地上信誓旦旦的模样，我还是心软了，毕竟这么多年来，陆世安确实对我很好，于是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可正是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才给了他后来为了苏雅雅一次又一次伤害我的机会。那天从电视台离开之后，我便将陆世安的电话号码和社交账号全部拉黑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不厌其烦地通过别的号码来骚扰我。电话刚一接通，陆世安沙哑的嗓音便顺着听筒传来：以宁，求求你，我真的不想和你离婚，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后悔了，我早就不爱苏雅雅了。如果不是她一直求我，我根本不会帮她。还有，她现在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惩罚了，不会再来阻碍我们了。求求你，这段时间我真的很想你。电话那头，陆世安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说到最后，声音竟带着一丝隐隐的哭腔。可我听着他的声音，不仅没有丝毫的心软，反倒觉得厌烦不已。所以呢，陆世安，你为了苏雅雅一次次抛下我，难道不是事实？在苏雅雅开车将我撞流产后，你还在维护她，难道不是事实？你给我的带来的伤害都是真实存在的，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陆世安沉默许久，才极为艰难地吐出了一句：对不起。就在这时，江让忽然走过来，问道：又是陆世安？我冲他点了点头。谁知听到江让的声音，电话那头陆世安的情绪一下子变得格外激动。以宁，你那里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是不是江让？他凭什么和你在一起？你现在在哪里？我过来找你好不好？和你有关系吗？撂下这句话，我便不顾陆世安的哀求，
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自从上次在节目上，我揭露了陆世安和苏雅雅的所作所为。一开始，苏雅雅凭借自己一定数量的粉丝，在账号上指责我故意往她身上泼脏水，引导粉丝网暴我。直到我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陆世安和苏雅雅的聊天记录，并放出之前苏雅雅嘲讽我的录音和聊天记录。此后，我又报了警，将证据提供给了警察。警察调查后，很快还给了我一个清白。让我意外的是，在这个关键时点，陆世安竟然主动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并向我公开道歉。一瞬间，风向就发生了转变。之前针对我的那些言论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苏雅雅的抨击与指责。天哪，怎么能够这么恶毒？当小三也就算了，还敢直接开车将原配撞流产。要我说，陆世安这个渣男更贱，亏他还是个律师呢。为了包庇小三，居然故意做伪证，给害死自己孩子的人做无罪辩护。之前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知道苏雅雅了，她知三当三好几次了，我姐妹就被她三过，现在终于被爆出来了。被网暴后，苏雅雅被迫关闭了账号。这次失去了陆世安的帮助，在绝对的证据面前，他终于进了监狱。至于陆世安，因为受到了苏雅雅事件的牵连，情节过于恶劣，被原来的律所给开除了。现在正四处焦头烂额地忙着寻找新的工作。由于他迟迟不肯签下离婚协议书，在江让的帮助下，我通过从前掌握的那些陆世安和苏雅雅的聊天记录和照片，成功的起诉离婚了。或许是出于愧疚，陆世安将大部分的财产都分给了我。得知顺利和陆世安离婚的消息那天，我的心情轻松了不少，仿佛是曾经压在心口上的一块巨石彻底消失了。偏偏就在我快要将陆世安从我的生活中忘却时，他又出现了。这天，我刚走出公司门口，便听到了耳畔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我一抬头，看见了风尘仆仆的陆世安站在不远处，红着眼眶叫出了我的名字：“以宁，你最近过得还好吗？许久未见。”陆世安和以前帅气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头发乱糟糟的，像是许久不曾打理过，眼眶中布满了细密的红血丝，看上去疲惫不堪。只是在看见我的一瞬间，灰败的眼神中才终于浮现出一抹光亮。我皱着眉，不解地问道：“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陆世安小心翼翼地和我解释道：“我打听了好久，才从朋友口中知道了你现在的工作单位。以宁，经历过这段时间以后，我才终于明白，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你。我们复婚好不好？”说完，陆世安急急忙忙地想要走上来牵住我的手。察觉到他的意图后，我连忙向后退了一大步，避开了他的触碰。察觉到我的冷淡后，陆世安的嘴角扬起一抹苦涩的笑容：“以宁，你还没有原谅我，对吗？”我冷冷地盯着他，有些不耐烦。现在在纠结这些有意思吗？陆世安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眼底闪过一丝受伤。许久过后，才轻声问道：“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够原谅我？”还未等我开口，一道男声已经率先替我做出了回答：“他不会原谅你了。”看清江让的脸后，陆世安眼底充满了警惕，恼怒地开口：“我在和以宁说话，你又想过来做什么？能不能滚远点？”抱歉。江让走过来，紧紧地牵住了我的手：“以宁现在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请你以后别再来骚扰她了。”看着我们十指相扣的模样，陆世安整个人如遭雷击，仿佛一瞬间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以宁，你和江让在一起了？”是。我点了点头。陆世安还在失魂落魄地追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和你有关吗？”前夫哥。江让搂住我的腰，挑衅地瞪了他一眼：“走吧，宝贝。”上车后，江让打开蓝牙，体贴地问道：“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想了想，认真回道：“红烧肉、宫保鸡丁。”这时，江让忽然扫了一眼后视镜，轻斥道：“
你那个前夫哥还真是阴魂不散呐，这是什么意思？我愣了一瞬，这才发现陆世安竟然发了疯似的在后面追赶我们的车子，只是他是用跑的。一旁的路人都被这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不过我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将油门一踩到底，车子如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看着陆世安越来越小的身影，直至变为一个黑点。这次我不会再回头，因为我知道从此以后天南海北，山高水长，我将与他再无瓜葛。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订婚当天，姜妍的白月光沈心怡晕倒在场，姜妍丢下所有人，抱着沈心怡跑出宴会厅。我坐上姜妍的小叔姜暮年大腿，送上初吻。你愿意娶我便嫁。姜暮年扣紧我的后脑，加深这个吻。3年后，我拿着2道杠的验孕棒，跑去姜氏集团大厦，告诉姜暮年这个消息，却在门外听到他与姜妍的对话：“小叔，心怡她现在急需造血干细胞，苏黎到底同不同意移植？她同不同意，都是我一句话的事。抱参赤肚养了3年，应该达指标了。你负责照顾好心怡就好，我来解决。那苏黎，她会不会怀疑？到时候延误了心怡的病？没事，我不能守在心怡身边，守护她的健康还是能做到的。”心脏陡然破了个洞，冷得紧。我以为的恩爱缱绻背后，竟是令人心惊的预谋。我抚摸着平坦的腹部，只觉得酸涩可悲，想要我和孩子的血救他俩的心上人。做梦，姜暮年谈到我时的冷漠，让我觉得无比陌生。苏黎她不过一个孤儿，我能不计较她的身份？更是在订婚宴上给了她偌大的面子，娶了她，让她成了姜氏集团的老板娘。麻雀变凤凰，总归要付出些代价的。姜妍沉默了许久，缓缓开口道：“我看苏黎似乎真的爱上你了，她现在沉浸在自己幻想的幸福中。若是有一日知道这是你我的算盘，会不会想不开？”姜暮年轻笑一声，我的心被他这一笑紧紧攥住。他在嘲笑，在不屑。昨晚他的喘息声还在耳边回荡：“黎儿，谢谢你当初选择了我，我爱你，我爱你，给我生个孩子。”不过短短几个小时过去，我的爱，我的情，在他眼中全是笑话，成了他与别人的谈资。爱上我，姜妍，别忘了，当年他是想嫁给你。就算现在他爱上我，无非爱的是我的钱，是我能给他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奢靡的生活。若不是当年你发现他能给心怡供血，他这种身份又怎么会认识到你我？姜妍叹息一声，爱也是我们有愧于他。快到你们结婚纪念日了吧？你好好给他办场宴会。姜暮年不置可否，沉默良久。到时候我会告诉他捐干细胞的事，若他同意最好，不同意也不能怪我了。姜妍打断他道：“小叔，别这样，苏黎还是很善良的，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周年纪念日办得感人些，想必他也会同意的。好了，我要去医院接心怡了，他这2天难得有了些精神，想出院四处逛逛。”姜暮年嗯了一声，嘱咐道：“姜妍，既然心怡选择了你，你别再想着别的女人，苏黎现在是我的妻子，你不用太上心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姜妍脚步声住了，闷声回道：“我知道了。”我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快步躲进楼梯间。姜妍脚步异常沉重地进了电梯，泪水从眼眶倾泻而下。我实在无法相信方才耳中听到的一切，转身便要离开。这时身后传来姜暮年的声音，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的声音混着几丝慌张：“黎儿，黎儿，是你吗？”我捂着脸，尽量将泪水擦干，唇角尽量扬起，要表现得与往日一般开朗大笑的模样。做好心理建设后，我转过身去，楼梯间晦暗的光线帮我掩去眼尾的红痕。“是我呀，暮年，我想你了。”随后张开手臂，姜暮年肩膀明显松弛下来，宠溺一笑，踱步过来，将我揽入怀中。“怎么了？我的黎儿撒起娇来，真是让人爱不释手。”我将脸埋进他怀里，
熟悉的气味吞噬了我的思绪，只想时光定格在这一刻，假想着他真的爱我。可终究，这澎湃的心跳声不属于我，属于沈心怡。我像是他饲养的宠物一般，心情好了便抚摸疼爱，没有利用价值，我便只能忍受他的冷漠与无情。李儿，15号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你想怎么过？我眉心一动，埋在他胸口道：和去年一样好了，办个宴会，亲朋好友聚聚便好。江暮年轻声一笑，手轻轻抚摸我的鬓发。好，乖李儿，今年我会更用心的。对了，我在苏富比拍卖行买了个10克拉的钻戒给你，你可高兴？又是钻戒，每一年他不是给我钻戒，便是钻石项链。他说：李儿，我对你的心就像这些钻石一般，永恒坚贞。彼时，我幸福地搂着他，吻着他。当时的我不知道有人工钻石的存在，钻石都有可能人工作假，感情自然也可以造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虚与委蛇。此刻，我摇着头，闷闷道：我不要戒指，折现吧。江暮年身形一顿，哈哈笑出声来。他抬起我的下巴，眉眼俱笑。我的李儿，真是个小可爱。薄唇印在我的唇上，我疲于应付他的虚伪，躲开了，反问他：你不愿意吗？好，李儿高兴，怎么都好。当天晚上，我的账户打进来2000万元，备注是长相厮守。我冷笑一声，将银行卡装入行李箱中，手机铃声响起。李儿，开心吗？我的小财迷。我面无表情地回答：开心，很开心。对了，李儿，我今日要陪顾氏集团总裁用晚餐，你不用等我了。我看着手机里的定位，无声地笑了。好，我不等你。明明他手机定位在江岩家中，下午按江岩所说，沈心怡想必也在那里。我挂断电话，拿出口袋里藏了一整天的验孕棒，扔进垃圾桶里，上面2道刺眼的红杠。我想象过江暮年得知我怀孕时的欣喜，却根本想象不到现今的下场。我抚摸着腹部，柔声道：宝宝，对不起，没有感情的结晶，是对你的不尊重。这个孩子，我不能留下。次日早晨，偌大的床上没有第2个人睡过的痕迹。江暮年一夜未归，也罢，不回来也好。今天我要去医院，若是他在，我还要解释些许。医院大厅，我从诊室出来，江暮年和江岩正搀扶着脸色惨白的沈心怡从医院出来，四目相对。江暮年先是震惊，转而愤怒，他松开沈心怡，快步逼近我：你跟踪我？苏黎，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我心口突突的痛，指甲掐进肉里，佯装无味道：暮年，顾总昨晚喝多住院了。我歪了歪头，正看到沈心怡满脸心虚，愧疚地蜷缩在江岩怀中。心怡，你也在？果然，无巧不成书，你说是不是？沈心怡越发无力地靠在江岩身上，娇喘道：姐姐，你别误会。可嗨嗨！江暮年立刻从我身边擦过，跑到他身边，大手自然而然搭上沈心怡的肩膀。心怡，你不必解释。随即转身，内心紧蹙，眸底的怒气已达到极致。苏黎，你为什么要为难心怡？我告诉你好了，昨晚我和小妍都守在心怡身边，你难道不知道她生病了吗？你吃醋也有个度吧。我心底冷哼一声，我不过同沈心怡打了个招呼，她便心疼至此，还以为我是为了跟踪她，为了让她难堪才来的医院，却从来不问为什么我一大早会来到医院。江岩的目光在我和江暮年身上打转，试探问道：小叔，心怡我来招呼好了。小婶婶她。江暮年愤恨地看了我一眼，手再次搀扶着沈心怡的胳膊：不必，我同你一同回去。苏黎，懂事点，自己回去，晚上回去，我再详细跟你说清楚。沈心怡委委屈屈地半靠在江暮年身上：对不起，姐姐，你别怪暮年，他只是看重我们从小长大的。嗨嗨嗨，情分。他越发咳得紧，一张白皙精致的小脸涨得粉红。江暮年不再看我，低头望着沈心怡：
疼惜、爱惜、怜惜，爱而不得的痛。我望着眼前的一幕，指尖的寒意达直心底。走吧，心怡，你不能站太久。说完，江暮年打横将沈心怡抱起，我抱你上车。随即毫不在乎我的感受，径直从我身边走过，大腿被自己掐得生疼。我知道，唯有痛才能让不安分的眼泪留在眼眶里，也唯有痛才能让脸上僵硬的笑容维持原状。心怡，我在身后唤道。江暮年住了步，没有回头。沈心怡探出一颗小脑袋，诺诺道：“姐姐。”我笑着说：“你该叫我小沈，我是江暮年的妻子，就是你男朋友的婶婶，你说对吗？”沈心怡面色越发惨白，江暮年怀里。江暮年转过身，两腮鼓动，最后只恨恨地看了我一眼，抱着沈心怡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站在原地多久，久到身体已然被寒风浸透，久到脸上泪水冰的脸刺痛。姑娘，你的手机一直在响。保洁阿姨探出身子，小心翼翼提醒我。我忙回过神来，点头道谢。姑娘，万事都要想得开，别执念。我淡淡一笑，心头越发酸涩。手机屏保上，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眼底的爱意渲染在二人红润的两颊上。我依然清晰记得日期，是在第1年结婚纪念日晚上。江暮年告诉我，他爱我，告诉我他会珍惜我的每一个第一次。我感激他，这种感激随着时间的拉长，变成了浓浓的爱意与亲情混织的感情。而我现在腹中也有他的骨肉，只可惜不是爱的结晶。喂，苏黎小姐吗？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有点情况，你赶紧再来一趟。医生的话有些焦急，我的心也揪了起来。我忙挂断电话，快步走到诊室。医生面色严峻地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宫外孕，需要动手术，切除双侧输卵管，而且我情况非常危急，需要尽快入院做手术。医生宽慰我，要告诉家人，以后还可以领养孩子。我崩溃地掩面哭泣，自己本就是个孤儿，以后我再也无法生育，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我忘记如何从医院出来的，只记得意识消失前，耳边刺耳的刹车声。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江岩、江暮年，还有沈心怡，我们不过才18、19岁的模样。苏黎，你好，我叫江岩，这是我小叔江暮年。嗨，苏黎姐姐，我是沈心怡，小妍，眼光不错。我大方地同他们一一握手，感觉他们全然不似电视剧里的纨绔富家子弟的模样。江暮年温润如玉，江岩幽默风趣，沈心怡落落大方。日后我们4人在一起的时光，凑成了我与江岩恋爱的大部分时光。及至我与江岩的订婚宴上，沈心怡颤颤巍巍坐在椅子上，低头哭泣。就在我们2人相携着敬酒之时，沈心怡满脸泪痕，摇摇晃晃站起来，祝你们。祝福语未说完，便软绵绵地倒在江岩怀里。砰的一声，江岩、沈心怡手中香槟酒杯双双落地。心怡，心怡！江岩嘶吼一声，急切地抱着她飞奔出去。我知道沈心怡身体向来孱弱，却并不知她是白血病。当我和江暮年一并去医院探望她时，江岩双目红肿，紧握着沈心怡的手，扭头望着我。对不起，苏黎，我才知道，我一直爱的是心怡。对不起，对不起。江岩满脸泪痕，哭得痛心疾首。我愣在原地，心中无悲与喜，似乎耳朵被澎湃的血涌声盖了过去，傻傻地说：“好。”当夜，江暮年陪我喝了个酩酊大醉，借着酒意，我勾上江暮年的脖子，献上我的初吻。江暮年，你敢娶我吗？江暮年眸底暗了暗，嗓音沙哑道：“敢。”我再度吻上去，呢喃道：“你愿意娶，我便嫁。”江暮年扣紧我的后脑，加深了这个吻。1个月后，我和江暮年闪电结婚，过上蜜里调油的幸福日子。幸福的日子，短暂的像一场梦。额头一痛，我从梦中清醒过来，一群人正围着我，
关切地问我：“姑娘，伤到没有？司机逃跑了，已经帮你报警了。动动身子，感觉下哪里还痛，救护车应该马上就到。你快联系下你的家人。”众人七嘴八舌间，我渐渐恢复了神智。眼下的状况，我出了车祸，肇事司机逃走了。坐起身子，拿出手机，屏幕粉碎，屏保上的二人面目模糊，是喜是悲，全然看不出来。我凭借记忆拨通了江暮年的电话：“喂，暮年，我出车祸了，苏黎，可不可以不要再闹了？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心怡现在已经很虚弱了，我没有功夫陪你演戏，我真的出车祸了，就在人民路。够了，苏黎，我真是不喜欢你这样子。你难道不知道心怡的病吗？”暮年，嘟嘟嘟，我望着黑漆漆的屏幕，额头温热的血滴砸在粉碎的屏幕上，渗了进去。那滴血似乎也渗入我破碎的心口。我缓缓起身，除了额头的伤口，似乎并没有其他不适，拒绝了好心人们的善意，自行回到了家里。灯光亮起，冷冰冰的家中空空荡荡。江暮年还没回来，我拿出医药箱给自己包扎了下伤口，望着镜子里的脸，红红的眼眶，憔悴的脸庞，头发丝都是血污。苏黎，你怎么让自己变成这副模样？可怜，可悲，可笑。我望着身后的行李箱，握紧了拳头，是时候离开了。我回复医生短信，约好明日便做手术，将2000万转入另外一个私人账户，随后洗了个热水澡，一夜无眠。次日，我准备出发去医院时，江暮年回来了，怀中还抱着沈心怡。经过一夜，他脸色红润了许多，只是仍旧一副怯懦可怜的模样。未等江暮年开口，沈心怡从他身上下来，倚靠在江暮年怀里：“姐姐。”“哦，不，婶婶，我们能聊一聊吗？”我抬眼看了江暮年一眼，他满眼沈心怡，满是疼惜。“好啊，心怡，我也很想问你一件事。”沈心怡眸底一闪而过的惊慌，转而扯了扯笑容道：“好。”随后他慢慢转身，对江暮年柔声道：“暮年，我和在家里聊聊，你等下再来接我好了。”江暮年有些不放心，执意要守在门外。沈心怡手抚摸上江暮年的额头，嗔怪道：“留下便留下好了，何必急的？这一头汗。”我保持标准的微笑，看着他们二人分开。沈心怡跨进门内，她语调瞬间冷了下来：“苏黎，你争不过我的。”我偷偷按下手机录音键，摊开手，失笑道：“对吗，沈心怡？这样才是你，何必装个茶样，一点都不可爱。”沈心怡慢慢逼近我，眉眼不再笑得弯弯的：“苏黎，你不也在装吗？装开朗，装大方。呵，要不是你出现，我会一直拥有我该拥有的一切。你出现在江岩身边的那一刻，属于我的一切都破碎了。我们的三人行多了你一个，我不允许。江岩还要娶你，我不准，我不准！凭什么？我是沈家的独女，凭什么要我得上这种病？凭什么你一个野种，一个孤儿，却拥有这么好的容貌、身体？我不服！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不论是江岩，还有江暮年，你都不要想从我身边夺走他。”他一口气说完，气喘吁吁地扶着墙壁，倔强地抬着下巴望着我。我则是坐在沙发上，冷冷地看他卸下这么多年的伪装。原来他一直如此讨厌我，他叫我姐姐，全是虚情假意，不仅想抢走我的男朋友、老公，甚至还想要夺取我健康的体魄。事实上，即使他不想，江岩和江暮年也会帮他。他在嫉妒我，可现在或许是我更嫉妒他些许，拥有2个男人的偏爱与疼惜，而我只是见证他们爱情的炮灰罢了。我叹了口气，起身拎起包。你真可怜，我更可怜。或许我这句话刺激到他，或许是我无谓的态度刺激到他。他突然朝我扑了过来：“苏黎，你这个贱人，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插足我们之间？你还给我！”可嗨嗨，他力气出奇的大，我毫无防备，脸上被他挠出一条血痕，疼得紧。“你疯了！”我推开他，
沈心怡就是跌坐在地上，哭喊起来。房门打开，焦急的江慕年便看到沈心怡坐在地上，哭得晕厥过去的一幕，而我还保持推开她时的姿势。苏黎，你疯了吗？心怡，心怡！沈心怡毫无反应。江慕年俯身抱起她，只留下一句话：苏黎，心怡若是有一点差池，我们离婚。我脸上火辣辣的疼，心口木木的，没了一丝痛苦。这是放下了，还是习惯了？我不知道，只是回了房内，清理了下伤口。或许在以往，我会怕离婚，怕江慕年会离开我。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也变什么都不怕了。开车途中，腹部开始隐隐作痛。到达医院时，我已经痛到无法走路，扶着墙壁，蹒跚走进急诊室。护士们惊叫起来：“快快快，来人！这女士正在出血，来人！”我才觉察自己下身一片黏湿，血液正鼓鼓地顺着裤管流出来。救我！随后，我便失去了意识。待我清醒，还是在病房。天哪，你终于醒了！护工们激动地趴在我床前。原来我昏迷了3日，宫外孕，大出血。或许是情绪太过激动，医生为了保我的命，摘除了子宫和所有附件。我再也不能做妈妈了。小姐，我们没有联系到你的家人，还需要……我勉强张口嘴，不必了，我是孤儿。随后，疼痛从腹部传达至四肢百骸，眼泪因疼痛喷薄而出。昏迷3日，江慕年都未曾寻过我，我还谈何是他的妻子？他还谈何是我的家人？7天后，我痊愈出院了。大量的激素药令我不瘦，反而胖了3、4斤，气色也好了些许，仿佛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从鬼门关回来，一切情爱纠葛都无关紧要了。只要我活着便好。想到此处，我走在阳光明媚的大道上，畅意地转了几个圈。突然，一辆黑色迈巴赫停在我身侧，车窗摇下，露出江慕年憔悴的一张脸，以及夺眶而出的愤怒。苏黎，你挺自在啊，这几天你躲到哪里去了？难道你都不关心他？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心怡她昏迷了1天1夜。我心想着，谁不是呢？我还是他的3倍内。不过，我不想跟他控诉我的痛苦，无关紧要的人也没必要。转身便要继续往前走，迈巴赫也只得匀速跟在我身侧。苏黎，你赶紧上车，你要去给心怡道歉。亏他还哭着说不怪你，没想到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女人。江慕年一边咆哮输出，一边气得拍打车门。我立住脚，好笑地说：“什么时候去？”江慕年神色缓了缓，回道：“当然是现在。”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眼手机，今天周日，民政局不上班，明天吧，明天一早，民政局见。说完，江慕年面如土灰，便要下车寻我。你胡说什么？快跟我回医院去见心怡！我快步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坐上离开了。次日一早，民政局前，江慕年、江岩都到了。我叹口气，走了过去。怎么，离婚也要有亲友团吗？江岩脸色一红。当年他和我差点便进了这里。江岩嗫嚅道：“苏黎，是我们对不起你，我辜负了你。”可是他看了眼在一旁冷得像雕塑的江慕年。可是你现在已经爱上了小叔，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就闹离婚。今天还是你俩结婚纪念日。江慕年恰到好处冷哼一声，我也不由得捂嘴偷笑，哈哈。江岩，你不觉得你身份尴尬吗？你是自己小婶婶的前男友，而你的现女友又与自己的小叔纠缠不清，现在还来当我和江慕年的说客，你很享受这种感觉吗？江岩眉心一蹙，别过脸去。江慕年沉声道：“苏黎，我没工夫在这里看你演戏，走，我有事要说。”说着，他拽起我的胳膊，将我塞进一辆加长林肯里。我死命挣扎，江慕年将我按入怀中，柔声道：“黎儿，我原谅你了，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我知道你是因为在乎我，你要的纪念日宴会我办好了，就等我们这对主角了，别闹别扭了好不好？”我停止了挣扎，推开他，别过身。
望着窗外，不再言语。耳畔传来江慕年和江岩如释重负的喘息声，心中暗笑：我可不是去赴宴的，我是去完成报复的第一环罢了。车子停在酒店门前，纷涌的记者闪光灯不断。这是第一次，江慕年让我暴露在媒体之下。若是以前，我一定会幸福地扑进江慕年怀里，而今我只是淡淡一笑，内心无波无澜。宴会一如往昔，除了比往日多了些媒体，流程与往年并无特殊之处，寡淡无味。进行到一半，江慕年拉着我躲到化妆间里，这是每年我与他的特殊情趣。可现在他吻着我的脖颈，根本毫无感觉。李儿，我想求你一件事。我不由得心头一紧，面上无恙。什么事？前2日，秘书告诉我，你的血型竟与心仪的一样，你的造血干细胞能救他。我轻笑一声，我这么幸运。江慕年吻了吻我的唇角，是，我们在一起情同兄妹，你也不希望他总是病殃殃的，对吗？是，那你同意捐赠了？当然，那尽快好吗？今日便就今日吧，今日是个好日子，也是心仪重生的好日子，好不好？好。随后，江慕年兴奋地啄了啄我的唇瓣，拿着手机跑出去安排手术。我则是偷偷溜出化妆间，把那份沈心怡与我摊牌的录音交给音响老师。这是一份我的真心话，务必请您等5分钟后再放。安排好后，我便坐上出租车，直奔机场。没错，我本来便打算一跟沈慕年领了离婚证，便远走高飞的。只是他给了我一次报复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夏威夷沙滩上，我躺在沙滩椅上，叫了个白人小奶狗给我摸防晒霜。打开手机，头条格外醒目：井号大瓜，江氏集团2代继承人同时爱恋沈氏重病独女。井号养妻未血，江慕年为救小青梅不惜献上糟糠妻的血。井号上流社会看不懂，小叔侄子同时爱上重病小青梅。井号点开随便一个词条，一个点赞上千万的视频，偌大的宴会厅回荡着沈心怡的咆哮声，以及拿着手机脸色惨白的江慕年。弹幕全是渣男渣女，作死贱人，豪爽，年度爽剧。我笑着滑到下一个视频，是我颤颤巍巍、双腿流血的照片，紧接着是我带着氧气罩、面无血色躺在病床上。配文是：爆料，江慕年妻子宫外孕大出血，医院昏迷3日。无人问津，江慕年守在小青梅身边，有钱无德的男人。井号女性安全。井号点赞虽不多，却还在上升态势，真是麻烦。姐姐，你为什么叹气呀？是我手法不好吗？白人奶狗跪在我面前，泪眼汪汪望着我，秀色可餐。我笑着抚摸她软乎乎的金发。不是呢，姐姐，我想着怎么奖赏你好。身后传来一声冷冽的嗓音：赏他吃个窝心脚。随后眼前一花，小奶狗被踢飞出去。我愤恨地望着来人：江慕年，你可真是个甩不掉的狗皮膏药。3个月没见，江慕年似乎瘦了很多，还留了胡子。或许旁人觉得他成熟稳重，我只觉得他又老又丑，怎么比得上我的白人小奶狗？我忙起身跑去看小奶狗，还好，只是鼻子流血。我安抚他，塞给他房卡，让他先离开。江慕年快步走过来，将我从地上拎起来：李儿，我好想你，我根本不知道你怀孕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要让我这么愧疚？我全都知道了，我知道是我的错，我已经派人把沈心怡送回美国了，让她待在她自己父母身边最好，是死是活，听天由命。我被她捏得生疼，不想再听她解释，也没必要。以前我需要的时候，她不愿意解释，现在我不需要了，她偏要我听，我不想再听。江慕年，孩子的事是在给我一个警示，警示我，让我提前知道你和江岩的预谋，为了我的血，认识我，还娶了我。苏黎，一个孤儿，不配不是吗？江慕年眸底的光
渐渐暗下去。你那天果然听到了，可是我那时并不知道我爱上了你，我以为你也根本不在乎我，只是为了气江岩。我挣开他的手臂，冷声道：无所谓了，江暮年，我不在乎了。沈心怡也好，江岩也好，连本不该出生在世的孩子在内，都是我的一场历劫罢了。麻烦以后不要再打扰我。离婚的律师函你应该也收到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也不想在法庭再见到你。说完，我拎起包包和沙滩上的防晒霜回了酒店。刚踏入酒店大厅，我的头就又痛了起来。江岩抱着一大束玫瑰花，单膝跪在地面，引得一圈圈的人围着。我踏步进去，又转身离开。看来夏威夷也待不住了。身后传来江岩的呼喊声：李儿，李儿，你看吧，男人不爱你时，你就是他的小婶婶；待到有人负了他，觉得你好时，又换你小甜心，真是恶心。李儿，你怎么瘦了这么多？你是因为我，还是小叔？李儿，他快步赶上来，拦住我的去路，目光熠熠。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不能识得金镶玉。沈心怡她心机太重，根本就不配入我们江家的门。李儿，你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吧。你还爱我吗？我没忍住，捂着肚子大笑出声，哈哈哈！江岩，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这浪子浪出去3、4年，又来求娶你小婶婶，人伦纲纪，你可真是不管不顾了。江岩面不改色心不跳，盯着我，你本来就是我的女朋友，也是我江暮年才认识的你，他让我珍惜沈心怡那个绿茶，为什么不好好珍惜你呢？自己老婆怀孕都不知道。我指了笑意，看到他身后江暮年阴沉着一张脸慢慢走过来，故意娇笑道：哥哥喽，你的意思是要跟你小叔争我了？你小叔可是眼都不眨给我转了2000万，你呢？沈岩立刻掏出手机，吩咐一通，立刻手机收到一条5000万转款短信。这钱好赚。我捂着嘴，生怕自己笑出声。那你小叔知道你来吗？他忙着给自己擦屁股呢，都是他不懂珍惜。江岩恨恨地说。江岩，江暮年直接打断他，大跨步走上来，挡在我身前。我告诉过你，离李儿远点。江岩扔了玫瑰花，毫不客气道：你放弃了沈心怡，又放弃了李儿，现在你又想回头了，晚了。江岩，别忘了，我是你小叔，我拥有江氏集团40%的股份，我甚至能决定你的去留。呵呵，小叔，你辈分大，年纪也大了嘛。今年我爸把他的股份一并给了我，现在我也是拥有40%股份的股东了。他们两人势如水火，吵个不可开交。我慢慢弯腰，快步退出了战场。得了5000万，要赶紧离开这里。这2个狗皮膏药简直坏了我的好心情。半年后，离婚终于判决生效了。小奶狗窝在床上，问我：姐姐，昨天他俩又来咱家了。明明是个地道的白人，却说的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普通话，我听了不由得笑了。来呗，送财童子，一次来俩，正好。小奶狗有些醋意，我翻身上马，好好安抚一番。运动刚过，又听到敲门声。李儿，我来给你送礼服了。你今天不是要去参加开机仪式吗？我去给你拿来了。江岩巴巴地在门外喊道：今天我是参加开机仪式没错，自从收了那5000万，加上之前的2000万，放在银行吃利息没意思，我便投资了很多部短剧，投资小回报率高。关键是我爱看，我还爱演，演个恶毒女配，刁钻同事很是得心应手。或许是沈心怡的太深入我心吧。江暮年和江岩听说后，不仅加大了投资，还请了一线大牌出演。于是我越发来了兴致，这次的开机仪式，我便要亲自前往。打开门，江岩兴冲冲地抱着礼服进了屋。一进门看见小奶狗一脸方才云雨过的表情，脸色暗了暗，又笑着对我说：李儿，要不我陪你洗澡换衣服，要陪也是我陪，你算什么东西？李儿的身子我最清楚，
江慕年踱着步子，捧着一双水晶鞋走进来。江岩气呼呼地拍着桌子道：“你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哪里有力气？你怎么又来了？公司今天不是开会吗？”江慕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为了梨儿，会议提前到早晨5点开的。这不，开完我就来了。我会参加梨儿每一次重要的时刻。说着，便要伸手牵我的手。我避开了，对着小奶狗道：“我去洗澡了，你给我送那套粉色内衣进来。对了。”我转身对身后小声争执的两人道：“我要结婚了，和乔治，你俩。”接下来进入第3个故事，婚礼全程直播。江素却故意念了白月光的名字。医生打来电话：“丹小姐，你母亲刚刚去世了，癌症晚期的母亲身体虚弱，被这一幕刺激身亡。”我沉默地料理后事。下葬那天，江素白着脸向我认错：“我不知道，我只是没有安全感，我就想再试试你会不会离开我。”系统也劝我：“节哀，阿姨已经走了，你总不能放弃攻略。”我放弃。我平静地开口：“江素，如你所愿，我不要你了。乔薇，你愿意嫁给我吗？”江素这句话一出口，全场寂静。乔薇是江素的白月光，可我才是新娘。我呆愣愣地看着江素：“是故意的吗？”他眼里闪过一丝心虚，随即是一种翻腾的兴奋和期盼。他是故意的，这个眼神我太熟悉了。每当江素做出过分的事情，一遍遍地试探我对他的感情时，都会流露出这个眼神。可我明明告诉过他，这场婚礼有多重要。相机的快门声让我回神，所有人的眼神落在我身上，有怜悯，有嘲笑。我看向身侧的摄影机，直播着发生的一切。我想到什么，呼吸一滞，提起裙子就要走。江素欣赏着我的反应，终于拽住我，看向周边的人，大发慈悲地为我解围。看什么？刚刚我说了什么吗？司仪很快反应过来，刚刚新郎的声音是不是不够热情呀？让我们再来一。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我风一般地冲下台，从助理手里拿过手机，接通：“丹小姐，是妈妈的主治医师郑医生。”我心里划过一丝不好的预感。郑医生顿了2秒：“您的母亲刚刚去世了，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了，只感觉两眼一黑，心里像是裂开了一道口子，顿顿的疼。我尽力保持平静，撑着座椅的手却不住颤抖。我马上就到。我挂了电话。司仪尚不知情况，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新娘回到新郎身边，好不好？江素对我伸出手，像是终于对我的反应感到满意，于是屈尊地给了我一个台阶下。在众目睽睽下，甚至脑海里的系统发出警报声：“你别冲动，都攻略江素这么久了。”我抖着手扯下头纱：“我不结了。”病床上的人痛苦地皱着眉，脸上尚有泪痕。是死亡的时候，都还在担心我吗？医生之前说妈妈的情况很不好，最多也就能再活2个月。这场婚礼是为了让她放心，所以我对江素说过好多次，我说求她配合我，就这一次就好。她那时抱着我，软软的撒娇：“姐姐在担心什么？我们的婚礼，我当然会好好珍惜。”可是这场为了让妈妈放心的婚礼，最终成了杀死她的利刃。我走过去，轻轻拉她的手：“妈妈，你的手好凉。妈妈，你怎么不说话？我来看你了呀。”没有回应。我麻木地站了半晌，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是江素。系统高兴极了：“你看，他打电话给你了，他都服软了。你快接，姐姐，你再不回来的话，我就取消婚礼了。”江素软着声调给我递台阶，他大概后知后觉，发现我真的很难过，不然的话，应该连这个台阶都不会递。毕竟一直都是我主动去哄着他，就连系统都觉得一个电话已经是对我莫大的让步。那就取消吧。寂静弥漫开来。丹荣，这是你说的。青年的嗓音蕴着怒气，电话随即被挂断。系统不断地劝我：“你不是最惜命了吗？别忘了攻略失败的话，你也会死。”我眼神寂然，笑了笑：“随便吧。”
6年前，系统找到了我，那时候我妈刚查出癌症，急需一笔手术费，系统说可以先给我100万，但我要去攻略江苏，失败了就会死。我真的很怕死，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我太缺钱了，那笔钱能够负担起我妈昂贵的手术费，我想那就试试吧。于是我成了江苏的家教老师。江苏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拒绝跟人沟通，对一切人和事都很戒备，所以说是家教老师，其实也就是陪着他，照料他的生活，尽量带他回到正常的环境里罢了。我怀着目的接近他，于是心怀愧疚，对他也总是格外容忍。第一次见江素，他在房间里，我敲门他也不应声，我于是推门进去，窗帘紧闭的房间宽敞却阴暗，少年坐在地毯上，无意识地发呆。听见声响，他看过来的眼神冷漠又充满戒备。听管家说，之前的家教老师都干不过1个月，要么就是刺激的江素很反感，要么便是自己受不了。开始时，江素完全无视我，我也识趣的不去扰他，自己看看书追剧。阴暗死寂的房间里，我追着恋综，看开心了还会哈哈大笑，江素就眼神沉沉地盯着我。我咔嚓嚼碎了薯片，指了指门的方向，嫌吵啊？那请便。江素不喜欢别人接近，管家也很少来看我是怎么照顾江素的。我于是愈发肆无忌惮，偶尔追剧累了，我就盯着江素看，跟他说话。他一开始还会蹙眉，大概慢慢发现我是个屡教不改的无赖，也就没了反应。你前面那些家教老师怎么没干下去的？多好的活啊，蹭吃蹭喝高工资。我支着下巴，你吗？话也不会说，更别说告状了。他眸光闪动，但不回答。我把魔方搁在一边，伸了个懒腰，散个步去。我站起身离开，实则在门口扒着门框偷看他。江素先是抿抿唇，过了好久，突然试探着伸出手拿起魔方，学着我的样子乱扭。我无声地笑了。江素突然看过来，我来不及闪躲，被他抓了个正着。他立刻放下了手里的魔方。我被发现了也不尴尬，喜欢呐，送你呗。他又不说话了。那天离开时，我扬扬手里的魔方，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明天要不要给你带新的。我没指望他回答，可这次江素嗯了一声，管家徐叔都看愣了。带着我出门后，语气比以往恭敬了些。丹小姐，你还是第一个能让少爷说话的。我和江素的第2次交流又隔了半个多月。他坐在地毯上拼拼图，手里的那块拼图分明跟空着的地方不吻合，他还是要一次次尝试。我从他手里拿过那块拼图，不是放那的。笨！江素突然生气，猛扑向我，从我手里抢过拼图，硬生生把它挤进了那个空着的地方。我手肘撞在地上，擦破了皮，火辣辣的疼，龇牙咧嘴的出去找绷带。赵叔看见我的伤口，哎呀，这怎么弄的？没事，赵叔，我自己处理下就好。我找到医药箱，简单收拾了下，一抬头发现江素站在不远处看我。我走过去，看我干嘛？他抿唇，把手里攥着的东西给我，是刚才那片拼图。我故意装作不懂，什么意思？他一动不动。我叹气，不会说话吗？小哑巴，像是犹豫了半晌，他缓缓开口，给你。那次之后，江素慢慢愿意开口跟我说话，心理医生也觉得他的状态变好了。江母特意找了其他同龄的少年来跟江素接触，这几位少年家都跟江家有合作，性子也就无法无天了些。江素每次只是皱眉，大多数时候都冷漠以对，所以就是几个少年玩在一堆，江素在另一边。如此3番5次下来，我倒是和这几个少年混熟了。丹姐姐，你比我家的家庭老师好多了。你怎么什么都会？最为外向的少年李婷嘻嘻哈哈地跟我开玩笑。要不你别教江素了，他那种人有什么好玩的？你来教我。话还没完全出口，去帮我端水回来的江素手一松，杯子落在地上4分5裂，水花四溅。他随即如同一头暴怒的小狼一般扑向李婷。
毫无理智的挥拳。其他几个少年见状又扑上去，场面混乱。等到保镖来把所有人分开，江素剧烈地喘着气，站起来，居高临下，滚！那个偏执的眼神，每每想起来还让我觉得胆寒。也就是那次，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江素的不安全感是刻在骨子里的。我被吓到后，请了几天假，再去别墅是1周后，在门口听见几个人在谈论江素。本来看着少爷都好点了，怎么又犯病了？他一激动就引发哮喘，医生都说是心理因素。没办法，看少爷还是蛮可怜的，16、17岁心理问题这么严重。是啊，他小时候先生和夫人闹起来可是动过刀子的，夫人那时候情绪也很差，为了留住先生，1哭2闹3上吊的，听说还虐待过少爷。小声点，我心里一软，江素好像真有点可怜。我上楼，推开门进了房间，江素躺在床上，脸色很难看，看见我，眼睛亮了亮。我走过去，好些了没？他沉默摇头，不高兴。江素顿了几秒，坐起来，突然抱住了我。我感受到他在颤抖，温热的液体落在我肩上，他哑声祈求：“姐姐，你别不要我。”就因为那一次心软，此后的好多次，面对江素反复试探我会不会离开，我都忍下情绪哄他。我缓缓睁开眼睛：“丹小姐，你醒了。你刚刚情绪波动太大，昏过去了。妈妈长期住院，我3天2头往医院跑，跟小护士也混熟了。”她走过来抱了抱我，轻声安慰：“都会好起来的。”我感觉情绪出奇的平静。谢谢，我没事。接下来就是各种繁琐的流程：开死亡证明，联系殡仪馆，预约火化。参加告别仪式那天，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戒指，这是修容的时候发现的，在你妈妈手里死死攥着。是了，她清醒时一直念叨着要把她和爸爸的结婚戒指给我，要带给我幸福。我茫然地接过，去吧。我的脑子像是锈住了。零星的人走进来，他的亲人只有我了。住院这么久，也并没有太多的朋友。我麻木地跟着流程走，致悼词时也很冷静。一切结束后，段成峰走过来：“节哀。”他小时候住我们家隔壁，和爷爷在一起，老人家偶尔照顾不过来他，我妈就招呼他在我家吃饭。后来他就搬家了，他如今在这边工作，偶然跟我联系上，于是也时常来看妈妈。告别仪式里，我一直不敢看妈妈的遗体，可我知道再不看就再也看不见了。我看见妈妈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别看了，段成峰把我拉出去，火化要2个小时，出去走走吧。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是李婷。蓉蓉姐，这次是江素过分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你不在，他跟个阎王似的，谁都治不住他犯浑。他发那个朋友圈就为了气你。我打断他的话，什么朋友圈？李婷懵了，有些慌张。你没看见呢？那个，他支支吾吾。我点开江素的朋友圈，映入眼帘的是他和乔薇亲密的合照。照片里，乔薇端着酒杯，江素的手附在他的手上，为人挡酒的姿态暧昧，更别提衣领上显眼的口红印，系统急得要死。江素绝对不会和乔薇有什么的，他就是为了让你服软去哄他。他太在乎你了，你别误会，这些我当然知道，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真的已经精疲力尽了。看见了，随便他吧，我没时间跟他玩这些。对面传来酒杯破碎的声音，电话随即被挂断。我呼出一口浊气，走吧，出去走走。我和段成峰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才10岁，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知道她是想安慰我，扯了扯嘴角，我没事。她停住脚步，丹蓉，真的没事吗？我沉默好久，心里郁积的悲伤如同洪水冲破防线，我一下红了眼眶。我没有妈妈了。我又想到那枚戒指，她在见证我幸福的时候，握着这个戒指，期待我来医院时给我。结果看见了那么残忍的一幕，于是他没控制住情绪，大口大口的呼吸，
死死攥着手里的戒指，担心的死去。我哽咽起来，我没有妈妈了。段成风一下下地拍着我的背，我终于放声大哭。街上的人不断投来疑惑的目光，然后默默地绕边离开，为一个陌生人保留了一份温柔。我的情绪慢慢平复，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姐姐，江素站在不远处，神色阴郁，眼里酝酿着风暴。过来，我实在没想到能在这里看见江素。我站在原地不动，江素视线在段成风身上转了一圈，压下心里的情绪。姐姐，只是一个婚礼而已，如果你实在介意，我们还可以再办一次，在国内也行，或者巴黎，哪儿都行，别赌气了，行吗？我垂眼，开口是沙哑的嗓音。江素，没有第二次了，我说了的，这婚不用结了。江素唇角紧绷，皱眉看着我，突然想到什么，是因为朋友圈，我已经删了。别说气话，我闭了闭眼，不想跟他多说。段成风，走吧。江素拉住我的手腕，表情十分难看。我们谈谈，你到底……我甩开他的手。江素，我现在不想谈这些。不知道这句话又怎么触动了江素的神经，他紧紧盯着我，到底是现在不想谈，还是不想在他面前谈这些？他的视线看向段成风，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不结婚也是因为他。段成风挡在我面前，融融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请你尊重他。我担心江素发疯，轻轻拉了拉段成风的衣袖，走吧。江素冷笑一声，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离我远点。系统在我脑中说话，他就是放狠话而已，你知道的，他就是这个性子，他真的，我受不了了。闭嘴！系统噤声。江素看着我，突然嗤笑一声，就算我不拦你，你敢走吗？顶级的医疗资源，高昂的手术费，最有名的律师，你不就是因为这些才留在我身边？离开我，你身边这位续得上吗？更别说丹君还有小半年就出狱了，你敢在这个时候离开我吗？单君，我的父亲，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酗酒、嗜赌，有暴力倾向，是他毁了我妈。我永远记得我17岁那年的生日，回到家里，蛋糕糊在地上，上面残留着肮脏的脚印，房间里也一片狼藉。母亲倒在衣柜旁，头上血迹斑斑。单君拿了所有的钱跑了。那段日子，我翘课去做兼职，一天只休息4个小时。母亲在餐馆里找到正在洗碗的我，第一次动手给了我一巴掌。我沉默，她抱着我哭。她说：“单荣，你要上大学。”再后来，我考上大学，丹君也没再出现过。我以为一切都在变好的时候，母亲查出了癌症。我拼命攒钱，直到绑定系统，成了江素的家教，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单君出现了，悲剧重演。短短1个星期，母亲被气得昏厥3次，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我约丹君在郊外见面，他要50万，我给他。我背了个登山包，到了地方，他搓了搓手，嘿嘿直笑。没想到，你一个女娃，还怪有本事。你妈有你半分识相也不至于。剩下的话他没能说出来，因为我从包里抽出来一把锃亮的菜刀。他的表情变得凶狠，从腰间摸出来一把匕首，和我缠斗在一起。他酗酒，身体早就亏空，更不用说这几年我发了狠一般锻炼我的体能，还特意学了防身术。我的肩上挨了一刀，但最终我还是把他按倒在地，刀光反射出他惊恐的脸。蓉蓉，蓉蓉，你放过我，我是爸爸，爸爸就是鬼迷心窍，以后绝对不会。啊！凄厉的惨叫声传来，我一刀砍在他大腿，雷声轰隆。我语气平静，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们？这么多年的愤怒和不甘涌上心头。我想起他抓着妈妈的头发，把她推倒在地；想起他撕了我的课本，恶狠狠地骂我赔钱货；想起他把妈妈带到赌场，说是抵债。哗！暴雨倾盆，淋在脸上，和我的眼泪混在一起。我握着刀柄的手更稳了。你来了，就得死。那天是江素及时赶到，阻止了我。他那天别的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抱我。
很轻地叫我姐姐。我后来问过他，他怎么知道我在那里？他愣了几秒，轻笑，可能是未来的我知道你会犯傻，所以提醒我好好保护你。再后来，丹君就进去了，判了7年，江素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直到今天，恍然间，我似乎又听见轰隆的雷声，比那天更响。可现在，分明是风清气爽的好天气，我几乎正在原地，浑身发冷，张了张口吐不出一个字来。最亲密的人，才最懂得哪道伤疤最深。我以为他珍重我，可原来这件事也只是他手里的一张底牌。我想起了母亲曾经问过我，真就看准他了。我低着头，有点不好意思。你不喜欢他吗？他沉默了好一会儿。那孩子满心都是你，但他心思太重了。蓉蓉，你跟他在一起会很辛苦。我摇头，妈妈，我喜欢他，那就去吧。蓉蓉啊，一直都很勇敢。那天他说了好多好多。妈妈知道，现在治疗的事情都是江家交的费用。他温柔地摸摸我的发，这些钱对他们或许不值一提，但是你要记住，以后有能力了慢慢还。只有站在对等的位置上，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系统给的100万，当时解了手术的燃眉之急，但后续并不顺利。所幸当了江素的家教老师后，薪酬不错，我又做了兼职，勉强能负担。在我毕业工作之后，经济放宽，我也在努力偿还。江家与我有恩，我知道的，没有江素，系统不会绑定我，我凑不到钱。丹君也没办法进局子，江素对我够好了，就像养一只小猫，他饲养它，为它解决所有麻烦，同时他也对这只猫有十足的占有欲。这只猫是他的，就像我是江素的，但江素不是我的。站在面前的人表情很厉，又带着倨傲，明明是最熟悉的面孔，我却觉得无比陌生。我自嘲一笑，原来如此，难怪他总是做出那么多伤害我的事。看着我一次次低头去哄他，迁就他，我以为他只是太没有安全感，但结果只是因为他有恃无恐，知道我需要他，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做出那些事情。或者说，他知道我需要他，默认这份需要是我接近他的所有理由，所以一开始就在心里判了我的死刑。不管我后面怎么做，都无法抹除这份偏见。怪一开始的接触就带着目的，所以后面的所有真心都该被质疑。不是的，他就是疯了，才会又说那些混账话，那不是他的本意。或许是信号不稳定，系统音带着滋滋的电流声。善荣，你相信我。带着母亲的骨灰回到我租的地方后，系统一直在为江素解释。我单手开了罐啤酒，嘲讽道：“你们这行这么卷，别的系统也像你一样为了业绩这么努力吗？”系统静了静，不是为了业绩，是为了你还是会继续攻略江素的，对吧？他最后这句话低低的，似乎带着恳求似的。我不说话了。系统沉默几秒，语气又变得严厉：“你别忘了，毁约的话你会死。”我一口干了啤酒，单手捏扁易拉罐，没什么表情的回：“忘不了。”明明是我和江素的问题，却牵扯到了段成风，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对此倒是无所谓。你打算带阿姨回家吗？我点头。我先处理完这边的事情。我妈一直念叨着想回乡下，可我带着她到处奔波，做了一个又一个手术。她的身体太虚弱，到后面根本经不起长途跋涉。现在总得让她落叶归根。我把卡里的钱算了算，继续给江家赚了一部分，然后把租的地方退了，简单收拾了东西离开。段成风和我一起带妈妈回了家。他说总归要帮着我给妈妈下葬，6个小时的高铁，又3个小时的大巴，还要走一段曲折的山路。到家时已经深夜，我回村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下葬那天，大家都来帮忙。蓉蓉，别太难过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告诉我，我们就不在这里过多打扰了。我点头，轻声道谢。又要下雨了，我撑着伞离开，但我没想到江素会找到这里。前一天下了雨，
村路一片泥泞，他向来爱干净，此刻鞋子和裤脚都溅满了泥，好不狼狈。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了，还和段成风一起？怎么，你真想和他在一起？他语调平静，我却知道他快发疯了。我看着他，也不说话。江素压下脾气，柔和了语调：“姐姐，不是说想带我回来吗？我们可以就在这里重新办一次婚礼，等妈妈病情稳定些，把她接回来，她肯定很开心。”系统也劝我节哀。江素已经低头了，你再原谅他一次，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没管系统，只是纠正了江素。江素，那是我妈妈。另外，我们不会再有婚礼了。他动作一僵，系统也愣住。你疯了？阿姨已经走了，你总不能放弃攻略。你不要命了？我放弃，欠你的我会双倍还你。我平静地开口，嗓音轻缓。江素，如你所愿，我不要你了。江素声音发抖。为什么？我带着他重新走到墓碑前，你喊出乔薇名字那一刻，他正在医院里看我们的直播。我看着他被推进火化炉的时候，你在发和乔薇暧昧的朋友圈。江素一瞬间脸色惨白如纸，声音抖得厉害。我不知道，姐姐，我只是没有安全感，我就想再试试你会不会离开我。我就是想，最后是一次。我其实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场婚礼，我没想到会这样的。他喃喃自语，精神几乎崩溃，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他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哭得停不下来，呼吸也慢慢急促，最后从喉咙里发出艰难呜咽的声音，倒在地上，手一直在抖。他哮喘犯了。我下意识摸了摸衣服口袋，我的每件外套一定有口袋，就是为了放缓解他哮喘的喷雾。这件衣服里的估计也是之前忘记拿出来了。江素，我们真的很不合适。我蹲下身，注视着他。你放过我，我把喷雾给你，好不好？他眼角沁出泪水，呼吸愈发困难，却还在摇头，一只手扯住我的衣角，眼神在说求你。我睁开眼，头有点晕，随即看清楚房间里的奢华装饰，愣住，这是哪里？我记得那天江素哮喘犯了，我最后给他用了喷雾，回了家。然后呢？房门被敲响，江素拧动门把手，迈步走了进来。他脸色很不好，是那种病态的不好，周身气质不同以往，让我一看便觉得有些奇怪。醒了，想吃点什么吗？他嗓音平静，丝毫不见那天的崩溃和失控。我起身往窗边走，可以看见一队的保镖。江素，这是非法囚禁。江素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就3天，3天之后我就放你走。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现在我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出也出不去，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想吃鱼。江素终于扬起一个笑。姐姐等一等，我马上让他们做。厨房效率很高，很快送上来3菜1汤和热腾腾的米饭。我狼吞虎咽，江素就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晚上他突然上床，把我揽在怀里。姐姐，我们聊聊天，好不好？我蹙眉，把他推开，他却又凑过来，反复几次。我没了耐心，只睡自己的觉。第二天，江素拉着我进了烘焙室，他从网上找了各种教程，带着我做甜品。我一直很不耐烦，敷衍地跟着他做了个蛋糕，奶油涂得乱七八糟，裱花也丑丑的。我切了一块，推给他吃，他尝了一口，夸我姐姐做的，我都喜欢。我突然有些无力，把手上的东西一扔，冷笑：江素，做这些事挺没意思的。他面色一白。我曾经给江素做过蛋糕，那时我刚工作，职场里本就复杂，我又是新人，事情都是我做，功劳是别人的，出事了全是我担责。我忙得焦头烂额，江素对此很不满。我哄着他，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等你生日，我给你一个礼物。他生日那天，我请了假在烘焙店给他做蛋糕。为了这个蛋糕，我学了1个月。可那天下午，公司临时把我叫了回去，说一个项目出了问题。
我被骂得狗血淋头，连晚饭都没吃，加班到晚上10点多。等我从烘焙店拿了蛋糕赶回家，已经是11点40多。我松了口气，幸好时间还没过。江素从房间出来，眉眼间尽是冷漠。我双手捧起蛋糕，对不起，我不知道今天公司突然有事，所以回来晚了，明天补偿你。我们出去玩一天好不？话没说完，手里的蛋糕被江素掀翻在地上。公司那么重要的话，还回来干什么？你拼死拼活能拿多少工资？他表情很平淡，平静地把我贬低到尘埃里。姐姐，好好待在我身边，我能给你的比这多得多。思绪回笼，面前脸色苍白，恳求我的江素跟记忆里恶劣的他重合。半晌，他默默离开，是我的错。姐姐，你别生气，今天早点休息。算了，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早上6点，我被化妆师拖起来打扮、盘发、化妆，一群人围着我，拿着各种首饰比比划划，直到他们又带来一件婚纱。我突然明白了江素要干什么。我不穿，这一群人显然已经被培训过。江先生说了，只要您配合，婚礼结束就放您离开，如果不配合，可能就要受点伤了。笑容很温和，语气却很强硬。我最终还是换上婚纱，上了车，然后又换成了游轮。我被送到了一座岛上的礼堂，这里处处是鲜花，建筑古朴而庄严，像是森林深处的秘境。江素对我伸出手，欢迎来到我们的婚礼。他强势地牵着我走进礼堂，空旷的礼堂内只有我们2个人。他看着我，嘴角弯起，善容。我卑鄙、无耻、刻薄、冷漠。如果我变好一点，你下辈子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怔住，太静了，所以礼堂外的一点奇怪的声响都显得很清晰。火舌从门口窜起，浓烟滚滚。我终于意识到什么，你疯了！我推开他朝外跑，江素却攥紧我的手腕，死死地把我扣在怀里。火势蔓延得很快，我没多久就感觉呼吸困难，四周一片火海。江素看着我，眼神偏执。第2次，我不会放手。我听见建筑物倒塌的声音，还有火光里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在身侧的柱子快要断裂下来时，江素捂住了我的眼睛。下一秒，一切都安静下来了。我拿开江素的手，身旁的火焰静止在上一秒的高度，浓烟不再流动。瞬息之间，江素的眼睛眨了眨，随后他看着我，对不起。我愣住了，因为这不是江素的声音，而是系统的机械音。你是谁？系统深深地看我一眼。我是41岁的江素。我突然感觉意识渐渐混沌。我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抱歉，姐姐，在第2次的最后一刻才学会爱你。番外，江素，该从哪里开始说起呢？是阴暗的人第1次见到阳光，就想将这缕阳光彻底私有。姑且这样说吧，我是第1世的江素。善容是我的家教老师，他很缺钱，但成了我的家教老师后，他就不缺了，因为他母亲在那时就已经去世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做着这份工作，陪伴在我身边，观察我，哄我开心，只为了让我开口说一句话。我享受这种被他围绕的感觉，我喜欢他的全部注意力在我身上，我依赖他，也因此对他有浓烈的占有欲。不喜欢他跟别人说话，不喜欢他对别人笑，不喜欢他的世界里有比我更重要的人和事。我病态地把他囚禁在我身边，他反抗过，赌气不跟我说话，一醒来就谋划着要跑。我只好给他注射药物，让他浑身无力。但在一个雨夜，他还是逃走了，正好撞见回来要钱的单军。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赶到时，单荣身上一片青紫，刀伤有足足9处，头上有一个血洞，是致死伤。他死了。他其实学过防身术，但被我囚禁的这些日子，我给他注射药物，他逃出去已经费了所有力气，怎么可能打得过单军？我几乎疯了。我开始致力于回溯时间的研究，终于在我41岁那年，我成功了。
我把我的精神投入系统当中，回去找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为我的家教老师，我绑定了他，说给他100万，叫他去攻略我，攻略失败会死，骗他的。我只是怕他会放弃，如果他不放弃我，我们一定能够一直在一起。但未来的我和过去的我不能有任何联系，不然就会造成紊乱。我违规过2次，第一次是那个雨夜，我想办法给过去的我发了短信，叫他去找丹荣。第2次就是岛上的婚礼，过去的我可真疯，放火这种事都做得出来。没办法，我只能进入江素的身体。果然，时空紊乱，一切暂停。以上就是我的一切供词。穿着军装的男人敲了敲桌子，扰乱时空，这是重罪。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存在将会被彻底抹去，连下一世都没有。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你可以提一个愿望。江素垂眸，我想再见他一次。番外，丹荣，恭喜毕业，我真是佩服你，工作几年还能回来读研究生。我接过默默手里的花，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现在想想那几年总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感觉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读完研是这样的，头发一天掉一大把呢。你后面什么打算？我抱着花慢慢的走。段学长手上有项目，他说以后打算就在国内发展，我打算跟着他干吧。默默表情就变了。段成飞呀，我挑眉，什么表情啊你？默默扭捏了点。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有人追我吗？我吸了口冷气。对呀，但你不是说对方在国外发展不稳定，不是吧？你俩？他点头。我打趣的笑，难怪呀，说以后就在国内发展。他被我调侃的不好意思，做事要打。我侧身躲开，余光看见拐角处一个人，顿住，怎么了？我回过身来，小跑2步追上他，刚看到个人，不认识，但总感觉有点熟悉。就你那记性，得了吧，你今天毕业，工作也稳定下来，晚上必须得聚一聚啊。知道了，知道了。我向他挥挥手，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家。今天天气真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关注小新，生活万事兴。